这么奇怪？你开一下冰箱门它就跳。啊，对的。哪个闸跳呀？这个插座跟那个厨房插座，这不没跳吗？现在又不跳了，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跳了。都晚上跳了，晚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跳的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跳了。用手轻轻的往下拨，感觉可以，电闸有力度，可以。好使啊！那个漏电跳和过载跳不一样，它这个跳的时候，这个注意看这个。我看那个昨天那个指示是白色的还是红色的？我看一下。它这个白色的是过载跳，红色的是漏电跳。白色的。白色的。白色的是过载跳，或者说不是漏电跳，它自己跳了，就像人为的按一样。以前也经常跳，后来我把厨房里一个插座拆下来，拆下来之后就好了，只要那个插座一接，这边就跳。现在呢？现在接没接？现在没接。我把这个插座拆下来之后，这谁接的？装修的接的。它这个跳，它还不是漏电跳吧？很轻啊，漏电很轻啊，基本上不漏电呢。当时为什么当时换呀？当时烧了，我天。烧了以后换了。对。我把那个冰箱插上是的。都插上。测的这一路是轻微的漏电，不是特别严重的漏电。这个是厨房的电路，这个会造成的是不是跳闸吗？测的客厅卧室的电路没问题，它为什么会时不时的跳呢？先把客厅卧室的电送上。跳了。很明显，它这个跳是漏电跳的，有漏电。你插个什么电器它跳了？冰箱。现在插上吗？现在插上。那赶紧测一下漏不漏电。也不漏啊，也不漏电呢。测的又不漏电，送上电以后它也不跳。看看这什么情况下它会跳。所有的电器都插着，突然就跳了。我问房主插的什么电器，房主说什么电器也没动，就开了一下冰箱门，它就跳了。再确定一下。那你开一下冰箱门。这么奇怪？你开一下冰箱门它就跳。你再开一次。再开一次啊。太神奇了。哎，你开着门它就关不上，它又开。我现在开着门了，你再动试试。你别动了，你别动了。你开着门我就送不上，很奇怪了。漏电呢。你把冰箱门关上。我现在关上了。关上了。把冰箱拔下来。拔下来。拔掉冰箱，好了。再插上。冰箱有问题。在哪呢？冰箱有问题吗？你是一开冰箱门它就跳了？爸爸，一开冰箱门，
后面没关系，电箱有问题吗？也不漏电啊？也不漏电呢？那个是震动的时候，震动也不漏电，你开门啊？没关系啊。测的冰箱不漏电，那就是插座有问题，线有可能是接错了。可以这么测量，我把冰箱再插上，然后到配电箱这一头测漏电，测火线与地线100到头，很显然是漏电是通的。测量零线与地线也是100到头。我把档位打到乘1档来测量地线与火线的电阻。乘1档到这个位置，乘1档到这个位置。我测的零火之间表针在这个位置，再测零地之间的位置。通过看表针的位置来确定一下那边是不是有问题。它接错线了，这插座的接错线了。啊，接触线了？接错线了。啊，接错线了。刚才电闸那一头测的火线与地线之间的电阻，其实就是冰箱零火之间的电阻。那就看一下这个插座，我打开了，哦，3根线一个颜色，哪个是零火，哪个是地线呢？就这个样能用望远表测出来吗？这样直接测量这3根线两之间，你看这个表针的摆动，这2个应该是零火，因为在电闸这一头测量零火，它的摆动位置和插座刚才测量的摆动位置一样的，那这2线就是零火线。因为测量的零火线对地线之间表针是不动的，表针不动，所以插座这2根线之间看摆动位置，这2根线就是零火线。所以说它这个是零线和地线接反了，导致的。看看表针没动吧，再这样测量表针没动，确定了零地接反了，导一下就好。这样我把零线和地线导过来，给这个地线做一个标志，能看出来哪个是地线。这个插座是从下边那个插座引上来的，以前一直没用过，也就这2天开始用。插上冰箱以后，一天跳很多次，就是线接错了。好，这个搞定了。接着搞厨房这一路为什么会经常跳？拉掉厨房的电闸，直接测量零火线对地线，漏电不严重，但是是漏电的。我得打开这个厨房的插座看一下，房主说接上一根线它就跳闸，然后拆了就不跳了，但是这个插座还能正常使用，插电都没问题。这原来师傅下线的时候也没分零火地线，没分清楚。旁边这一个也是，把这些线头都拆开，测量零火线对这个红线显示是漏电的，也就是说是后面的线路有问题。从这个插座又接出一路线往下走了，应该是往下走这路线有问题，看一下是什么线。下边是不是有插座？没有，都是厨子板。这个下边也没有，那就是水盆下边喽。水盆下边看有没有插座，有一个看到了，这里有一个插座，很明显曾经漏过水，是不是进水了呢？我修过一次，是一刷碗它就跳闸，不刷碗它还不跳。厨房线路漏电很多都是水盆下面的插座进水，哎呀，基本上可以确定它这个插座里面是漏电的。咱就不用了，咱就你这一块要么就不用了，就咱就不用了。你不用了吗？咱不用了，不用，没啥用啊。没啥用，我就不拆了啊。它这水盆这个地方会往下漏水，导致插座进水，然后这路线我给它断开了，不接了。
这样电路都正常了。电路都接好以后，再测量厨房电路对地线，漏电的现象没了，这样就正常了。直接合闸送电，这样就好了，我的维修也就完成了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修好几天了，一直没修好。修好几天了没修好。昨天又过来修的。前两天也过来。它这个故障有点奇怪，家里边的电闸没有一个跳的，它时不时会跳这里的一个电闸，在楼道里，这里有个电表，2个电闸都是新换的闸，新换的也时不时的跳了100安的都跳了，换了新闸也跳，100安的也跳。这么细的线100安也都跳了。都跳了，原来是从这儿接的，换了一个路线。这线从哪来的？从下边上来的，下边跳了。房主说刚刚家里还有电，我上来以后就没电了。先测一下灵火之间短不短路，因为家里的电路都没拉，所以说测的有电阻也是正常的。测的不短路，测漏电，一直表比插地线。有的师傅会说这种断路器漏电，漏电，确实是漏电。漏电它会跳吗？火线对地线漏电就相当于灵火短路一样，电流会很大，它就会跳开断路器。像这种漏电，我个人认为它不会跳这个断路器。那它这个跳闸是这种漏电造成的吗？不一定，还得去家里看一下是不是家里的线路漏电。这一路主线顺着桥架进入了用户的家里，去家里看一下。去家里要穿过这个双门的电梯，就是从这个门进，然后从这个门再出去，就是用户的家。哎呀，它有一个漏电保护器给它拆了。我知道这个爆过了是吧？这块这个线爆过呀，这个没换呀。对，这个没换。很明显这里有打过火的痕迹，像这种他们电工来了好几次都没发现，就是这里有打黑的地方吗？这块这线都爆着，这个颜色这爆多严重？那个线为什么都发黑了？都发黑了，你们都没看吗？对啊，我能看到发黑了。也没看着这儿发黑呀。它漏电不会造成这种跳啊。它主要是户内从来不跳。户内从来不跳。供电所说就是户内不跳的原因是他家里有线有问题，他越级跳到了。不一定啊。这个32的不跳，它跳你100安的。它不跳，16安的不跳，这些不跳是因为他们的电路没问题，而出现故障的是从这往上，它会跳重闸。32安不会越级跳，这些不会越级跳你100安的，跳200安的。那就是这个大闸有问题啊。断开电路以后，单独测量进线，它是不漏电的。难道真的是这个电闸不好，导致短路吗？就是这种原理说不过去啊，那就拆掉电线看一下。这个电线很明显线头有打过火的痕迹，就像2个线头突然碰在了一起的感觉。这原来发生过什么呀？这是把线头都打黑了，是这个空开内部不好吗？原理上说不过去，所以我要拆下来这个空开看一下，把电闸取下来看一下是不是有问题。从压线这个地方看，应该像线头虚接打火，不像是短路引起的。如果是短路的话，它电闸根本合不上，它为什么还能用电呢？
现在是怀疑电闸不好，拿一个普通的空开先换上。这些主线都用摇表摇过，他们也都摇过。不过它下面的这些分路确实是有漏电的。这个他们房屋维修正在处理，就是卫生间这一块，往外漏水。这个他们自己在修，我就不参与了。是卫生间在漏水。那什么原因造成的跳闸呢？从这个线头上来看，不像是短路打火。像这种情况，短路打火它打的比这严重，那是电闸内部短路打火吗？另外，它这个过前沿保护的插头打过火，这个线头不是剪断的，是直接打断的。这是以前发生的故障，他们拆下来了，把线给包起来了。所以换上这个新闸之后，不知道还跳不跳。如果你还怀疑是电闸不好，那么我把它拆开了，不会出现短路的现象。这种电闸不会出现短路，因为它都是单批组合起来的，所以问题还有可能出现在主线，就是进来的主线。换上新闸以后，一会儿外边又跳了，所以说它这个线路这个电线是有问题的，它和以前烧这个插头这一块没有关系，和这个电线也没有关系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您说这好奇怪呀，这个还是怀疑从总闸到他们家这一块的线有问题。最终还是在这等它出现故障，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，电梯一上一下就会跳闸，就是没有人上电梯的时候，电梯不动的时候，电路一切正常，然后坐上电梯上去它就会跳闸。所以怀疑是电梯造成的他家的跳闸，因为他这路主线出来以后，到他们家要经过这个电梯，要经过电梯井，所以最终还得找修电梯的师傅过来协助一下，进入井内看一下。直接看最后的结果，果然是在电梯井里边，就这个位置被电梯的升降锤在上升和下降的时候磨到了，磨到就跳闸。这个故障要感谢总包的师傅和维修电梯的师傅，这故障太隐秘了。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买这个漏保花了好几百，以为是漏保不好，换了个新的还是跳，说跳了以后根本合不上，怀疑是下面的分电路有问题。他们说断开了这些分路的电闸，都拉掉之后还是合不上，所以觉得很奇怪。他以前出现过偶尔跳闸的现象，他们说自从装了这几台新设备，接上电以后，电闸就跳得更勤了，就是跳得更多了。现在排除了总闸的问题，他们说下边还有一个漏保不跳，去看看。这个不是漏保，这不是漏保啊，这个不是漏保，这漏电，也就是说整个屋那边是总漏保。那就看一下它这个线接的，我还没捋清楚它这个线接的对不对。这个电路是最近才做的，打开看一下。哎呦，箱子盖没上啊！现在送上了电，所有的设备在运行，这个闸还没跳，我估计一会儿就跳了，还得捋一下它这个线。从这个空开下边出来3火1零，然后进入了这个配电箱，这个红色的是零线，接到了零线排，这里有2个接线排，可能是这个不够用了，接到这里了，就是这一根线一连，就有可能导致漏保跳闸，应该是这个原因。看一下这些线是什么线。你的设备需要地线吗？现在那个主线没有地线，还需要零线。对，零线就够得到。零线，这有零线接上去了。这个是什么线呀？这个是零线，零线通那个机器上面这个调制器有零线。哦，这也是零线。这是个地排，你不能接这了啊。这是个地排，这是个零排。哦，这个地排和外壳是连在一起的。拉闸断电以后，把这个地排上的零线拆掉。
再拆掉这个进来的主零线。那就测一下这个所谓的地排与主零线之间，看一下测漏电，看表针。很显然，它这个地排是接地的。这个地排不能接零线的，接零线漏电保护器会跳的。给你都改过来。现在把电路改过来了，把零线接到了零线排。它这个箱体没接地线，怎么与主零线是通的呢？那就测一下主零线与它这个钢钉、铁钉。很显然，这个钢钉是接地的，它这个墙体是接地的，所以它地排与钢钉与零线都是通的。100到头啊！他们说他们家的电路都是一个师傅接的，那就看一下其他的配电箱。打开这个配电箱看一下，你看也是这么接的，零排和地排接在了一起。要么说阴天下雨就跳漏保跳的比较多，阴天下雨接地更严重，所以会时不时的跳漏保，所以拉掉这些设备电闸也不管用，因为零线对大地漏电，所以总漏电保护器会时不时的跳漏电。同样是把零排和地排分开接回来，这样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这样开机之后，所有的设备运行正常，测量设备外壳不带电。另外还发现它设备没有做接地，所以这些设备还需要做接地线，在地下打接地体连接地线。有了接地线，漏电保护器会跳得更灵敏。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这是同行给个活，维修费400米，好像是消防喷淋电路出现问题，不知道故障好不好查。好嘞。这边啊？哪个是要修哪一个？好像就是这个吧。它现在出现什么情况了呢？它没反应啊！它启动完它10秒这就跳，这就机子就跳闸了。跳哪个闸？两个好像都是这样。是跳这些闸吗？看一下后边这几个小水泵啊，这么小。师傅也没说明白是跳哪个闸，他也不太清楚。那就看一下什么原因会造成跳闸。电压、过压、欠压、漏电，也是个漏电保护器。电压正常，电压正常，千万要跳。进线电压没问题，出线现在是没有电的。这个泵是漏电的，这个泵漏电，这个轻微的，这个很轻微，这个泵是，这个泵门是。这个泵是哪个泵？第一个管，哎呀，看不出来，有一个漏电了啊，漏电。之所以跳，是因为它漏电呢。啊，漏，它泵是漏电的。泵？水泵是漏电的。这如果是个水泵，这就是漏电的。这个轻，这个也很轻，但是这种漏电也不正常呀，也不正常。现在测出了这2路泵不好，就是它的原因造成的跳闸。查到这里一般都是怀疑电机不好，怀疑是电机水泵进水。
这个让他们自己修。我现在可以收拾工具测了，但是我不能那么做，我得看一下是电机的原因还是电线的原因。万一电机没问题呢？万一是电线的原因呢？打开这个看看。闻下闻不出来，那味儿还正常，味儿还正常。这个是坏的，这个是漏电的，这个是漏电。我把进线拆，看是线漏电还是电机漏电。这两个泵都不好，两个泵都有点。测电机线圈与外壳没问题，确实线圈没问题，不漏电。与电线测黄线这一项、绿线这一项与外壳也不漏电呀，不漏电。测红线与设备外壳，线有问题，电线有问题导致的。那头拆下来了，拆了以后我再上那头去拆。线是埋到地下走的了。在配电箱这一头再测一下，一指表笔测地线。线有问题，线漏电的，这根线是漏电的。那它为什么两个泵都不好？两个泵都跳？这俩，这两个泵都跳，这个也轻微的有，也轻微的有。测完漏电一会再测绝缘，看一下它这个线，这是单股线还是？是单股线，它走的还不是水线，还不是电缆线，走的普通的线不行，普通的线就完了。走的什么线呀？走普通的这种单股线。我天，这样的线在地下，为什么当初不下电缆线呢？另外一台电机也可能是电线的问题，把线拆掉，然后测一下电机的问题还是电线的问题。这头把这3根线拆掉，测量一下，对地线对大地漏不漏电？线换线吧。像这种线，这个是黄线有问题，这个是这一路是黄线有问题。你像在这里都测这个样子，地下如果一通电的话，它更严重。它有时摇表的话，它这电阻应该在哪里？0.5兆欧之内。这个根本都摇不住，因为往远测它都显示漏电那个了。像这种都显示漏电了，这种更不用说了。这两路换线就好。所以说要换，把这4路线一块换，全换，这个不抗用。时间长了，这种线在地下一进水就完了，绝缘不好。这4个电机用摇表摇一下绝缘，看绝缘好不好？看都是这种线，看看这红线有测的。红线不行啊，红线不行。所以说这两路线都得换。你看这线。好。都不好了。这个更差。更差。这些线，这个电机都没拆。这个好。这两个还好一些。电就是线的事是吧？线的事。
这电机也没问题，我觉得电机没问题。这线里面都换了吧？走4路过去，一个电机一个。这个是必须换的，这个也得换。哪个？线与线之间我再摇一下，这边那边都拆了。线与线之间应该是绝缘的才对。线与线之间都不好了。线与线之间就不好了。线与线之间应该顶到头的。对，它是一代，就是绝缘非常好的，线与线之间都不好了。1路，你可以再去单独摇电机，单独摇电机。4路，单独摇电机。就是没往这上想啊。谁往线上想呀？一般很少往线上想。200元，我还没掐呢。随便掐一个就行，随便掐一个，这几个都是通的。来，摇吧。电机没问题，这是无穷大。电机没问题，这是无穷大。加一个，好来吧。电机没问题电机没问题。电机没问题。要是这个线有问题，就是线的问题。 4路线都不行了，那都换了吧？都不行了。一劳永逸，就是您麻烦这一次，以后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。好了，剩下走线的活人家自己干。感谢观看，请多指点。